上去就不要动了。 Why is that standing straight up? 哪个？ That shell. 这个好看啊。 Why is it standing straight up and down? That does not occur naturally in the 在 ocean. 这儿，哎，刚好来了一阵风，那我们给它修一下。你不是说不要修吗？一修你要后悔。我可以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四季茶，很高兴跟大家分享这个好看又好吃的美人鱼蛋糕。只要有一点烘焙基础，在家里都可以自己完成。我会从做翻糖和装饰、戚风蛋糕还有蛋糕组装3个部分来讲。先来做翻糖。翻糖是西式蛋糕用的比较多的装饰材料，它可塑性强，表达能力强，但通常翻糖蛋糕里外都不好吃。大家都喜欢比较轻盈柔软的蛋糕，所以用翻糖做些装饰，既能表达蛋糕的主题，又能兼顾蛋糕的口味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个配方材料简单又好操作，可以让你秒变大师级。快来看看怎么做的吧。先把糖粉过筛，找个大点的盆，加入棉花糖，加点水拌一下，防止微波炉加热的时候过干。如果在炉子上隔水加热，可以不用加水。先加热30秒，搅拌一下，再加热30秒，再搅拌一下。这个量总共加热1分半钟左右，直到全部融化。趁热倒入过筛的糖粉，不要全加进去，留一部分。跟和面一样，先搅拌成絮状。手上抹点白油防粘，我们来用手给它揉成团儿。如何检测它的软硬程度呢？我们拉开来看一下，如果这样拉开很长才断裂，说明软了，还要再加点糖粉继续揉。棉花糖和糖粉的比例大概是1:2，实际上糖粉用不了那么多，大概拉开5厘米左右断裂，这个时候软硬程度就可以了。刚做好的翻糖手感比橡皮泥略硬一点，要密封保存，防止它变干。今天的重点是这个海洋世界的塑造。案板和手上先抹白油防粘。翻糖在使用之前都要重新的揉透软化，风干了可以稍微喷一点水，室温温度低的话还可以用微波炉加热10秒进行软化，揉成这种光滑的程度就可以使用了。先来讲一下调色，可以用牙签蘸颜色擦在翻糖上揉匀，我一般不那样做，取一小块翻糖，把颜色直接滴上去染色。这个就是主染色块，取相应的量和白色的调匀就可以染色了。这样做很方便，尤其适合小剂量的染色，因为很多瓶口小，牙签伸不进去，而我们又不能直接把颜色倒在翻糖上。翻糖染色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我们需要必备的3种颜色是红、黄、蓝3原色，通过这3种颜色的组合，就可以变换出很多其他的颜色，深了浅了大家自己调试。今天要做的是美人鱼主题，我选用了这些颜色。这些硅胶模具可以在烘焙用品店里买到。海洋生物是色彩斑斓的，可以多用一些混合颜色，同色系或者是对比色系都可以。稍微揉几下，让颜色自然过渡就可以了，不要让它完全融合。入模的时候取相应的量按紧，这样才能花纹清晰。海星的颜色要更鲜艳一点，我们加点橙色。这个是卡通版的，我们用黄、橙、蓝做个更逼真的。因为海星不是直的五角形，我们要把它的角度给它调整一下，这样就更逼真了。用模具做的几个要点是选用合适的量，严丝合缝的塞满、压紧、刮平，这样脱模以后才完整清晰。细节特别多，不好脱模的一定要先撒糖粉防粘。脱模的时候从大头开始，逐渐的往外扒。我们用不同颜色做不同的造型，再加上混合颜色进行穿插，这样整个海洋生物的元素就丰富起来了。这个扇贝等它晾干以后，中间我们还要给它放上珍珠。边上这些不整齐的可以用刀切掉，不好切的用手按一按就可以了。大的美人鱼尾巴我用了5种颜色，给它增加一点梦幻的色彩。一定要压紧压实，脱模出来才好看。这一片片的鱼鳞很清晰吧？像珊瑚这样很细很难脱模的，不用整个的去做，可以分成小部分。刮平，削去多余的。
贴到蛋糕上时再组合就可以了。做点不需要模具的，这个水草可以擀成大片儿，然后用尺子量着切成长条，或者这样做。这种做法呢，基本不会有浪费的材料。小石子儿是最简单的，灰色加白色，不要揉太久，让它们保留自己的原色。造型嘛，就自己发挥吧。上色一定要用高度白酒，有什么酒就用什么酒。开盖后一定要密封保存。先蘸点酒把刷子打湿，然后来蘸色粉。银色粉可以制造波光粼粼的感觉，不要涂太多，清扫一层就可以了。大的鱼尾除了银色，再加点金色来突出一下。这是上色前后的对比，差别还是很大的。海底世界一定要闪光才好看。这个小美人鱼全部用金色来突出它。好了，大功告成了。翻糖装饰一定要提前1天做，风干6个小时以上定型了才可以使用。下一个视频呢，我们就来看如何做一个不回缩的戚风蛋糕，记得关注我哦。